我和全班被拉进一个奇怪的群，群名高温末世，所有人都选了野外或水资源丰富的安全屋，我选了断水断电的高层住宅。校花嘲讽我，没人肯跟我组队，赌我会3天之内就死。选择异能的时候，所有人都选了空间类或水系异能，我选了能靠空气湿度获取能量的反向光合作用。群里直接把我禁言，都不想看到我垂死求救。等系统撤销组队和管理员功能，所有人都看到群名被重置。暴雨末世，盛夏酷暑那天，我和全班同学被拉进一个奇怪的群。50位宿主们好，本群主是末世系统，只要在游戏里存活1周，就能得到1亿的奖金。说完，像是料到会有人质疑，他直接在群里发了100万的红包。原本还当是整人诈骗的同学们一听就来劲了，七手八脚瓜分完红包。卧槽，1周后一辈子都不用愁了，快开快开！只有副班长周逸轩感到疑惑。那如果没完成会死吗？全面会重开，有赢家就关闭游戏，中途退出者需要退还100万。所有人直接炸了，没抢到红包的更是连连喊冤。果然是诈骗吧？我就要退群，你退吧，正好验证是不是真要还100万。然而半天过去了，人数还是没少，所有人都成功被套住了。群主没有再理会这茬，抛出了一个选项，选择安全屋。一线城市市中心小区20楼断水断电。2乡村小屋能种田。3无人海岛食物丰富。4城市防空洞大门坚固温度偏低。5食品工厂资源储备丰富。班长选食品工厂吧，看管资源，反正你平时也爱管闲事。是啊，班长，那样我们还能大发慈悲跟你一组。最后无人选1，除了我。校花季冉冉浮夸的惊呼几声：“班长，你疯了吧？高温末世，断水断电的高层，他不是第3天就被晒成干了？该不会是为了显得自己住城市很时髦，不考虑实际就选了吧？还是班长呢？真蠢！”校花平时是团宠，她这么一说，好几个男生都附和她嘲笑我，连带着本来要选1的几个同学都取消选了其他。5分钟到，选项关闭，群主再次发话：每个宿主都是暂时的管理员，选项相同就可以选择队伍，同队默认分配在一个安全屋。季冉冉立刻兴奋：有哪些有缘人和我一样选的海岛呀？我们可以在上面开 party。这话一出，炸出来10多个男生申请和他组队。他乐开花，挑衅的艾特我：哎呀，那么多同学想和我一队呀，要不匀几个去组班长艾特林斐，没一个人选他，好可怜的。是的，所有人都组队了，除了我。我被嘲了几10条后，周逸轩终于出来维护秩序。大家别内讧了，群主什么时候开始？还有一个选项，接下来1周的异能：1用不尽的淡水资源；2百毒不侵钢铁之躯；3瞬间移动；4无限储物空间；5反向光合作用。群里立刻严肃起来，一通分析这些异能在高温的应用和存活率。季冉冉来劲了，一通牛头不对马嘴的给意见，让那些追逐他的男生选了淡水资源，美名其曰提高他们的生存率。他自己选了无限储物空间，我可以帮大家保管资源，避免纷争，毕竟你们都是我的好宝宝。周逸轩选了瞬间移动，我可以随时去你们所在的地方救人。最后无人选5，除了我，又被嘲了几10条。这是什么鬼异能？像是什么出题人为了显得自己有学识放上来凑数的。哈哈哈！班长选的什么鬼？这个不是晒太阳反而会饿吗？不是会死得更快吗？读书读傻了吧？幸亏我们没和他一个安全屋。某些人平时道德标兵，现在只顾着自己选乱七八糟的异能，都不学着点校花，主动为大家着想。我还是什么都不说，躺平认潮。周逸轩却好像隐隐察觉到了什么，私聊我：你为什么要犯傻？这样很快就会被淘汰的。你是不是还在气我没有接受你的告白，用这种方法来让我担心？我翻了个白眼，拉黑了他。回到群里，所有人都已经确认了选择，群主再次发话：准备工作完成，游戏即将开始，管理员权限将在第3天关闭，大家在那之前都能修改队伍，开始播放安全屋。第1天，小雨。我所在的房子风平浪静，只有哒哒的雨声作响。季冉冉全体成员看见没？下雨了。高温之前肯定要下雨降温的嘛。紧接着发了个得意洋洋的甩头表情包。某些人林斐，现在知道怕了吧？趁今天还没热死，赶紧拿盆去接水啊！明天太阳一出来，你那破楼顶直接变烤箱，可别第2天就哭着退群，丢人现眼。本来还疑惑下雨的众人立刻活跃了，纷纷夸他聪明。周逸轩的消息显得很不合时宜。林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安全屋里有找到任何储备吗？这句关切的询问引发了季冉冉的不满。副班，你干嘛那么关心他？你这么不放心，当初怎么不跟他组队啊？
你这么不放心，当初怎么不跟他组队呀？现在心疼啦？那你去找他好了。哼。后面跟着一连串浮夸的言文字。周逸轩沉默了，群里也诡异的安静了几秒，只有雨滴敲打窗户的细微声响。很快，一个季冉冉的舔狗跳了出来，矛头直指我。副班长关心大家安全怎么了？林斐你自己作死，别连累副班长。冉冉骂，就是看着就烦，我们把他禁言吧，省得到时候真快死了，在群里鬼哭狼嚎求救，浪费资源，还影响大家心情。反正0个人想救他。管理员王强已将林斐禁言。冰冷的系统提示弹出在我的手机屏幕，没人为我说一句话。也好，耳根清净。我放下手机，开始搜索这间公寓。空间不算大，格局方正，但是空空如也，1厘米都没有。最后，我推开阳台门，深吸一口气，空气里的水分子气息充盈着身体。反向光合作用，只要有水分子就能给我补充能量。这一次，我不会被任何资源短缺的问题头痛了。我感觉精神舒畅，微弱的恶感消失。我把除了阳台以外的所有窗户全封死，确保屋子之后不会受潮，又点开了手机。班级群里的信息仍在刷屏。哈哈，老天爷送水来了！田里刚翻过土，正好播种。这10天，老子要种出菜园子。兄弟们收获不错啊！刚下海就捞到几条大鱼。晚上烤鱼派对走起。季冉冉也发了一张照片，海岛的沙滩和棕榈树，画面中心是堆成小山的物资。成箱的矿泉水，真空包装的肉类、罐头，甚至还有几瓶红酒。几个男生围在他身边，脸上是献宝般的讨好笑容。哎呀，真拿他们没办法呢。都说不用给我这么多了，还好我的随身空间够大，就勉为其难帮大家保管吧，公平起见。谁需要什么，记得找我登记哦。艳羡又讨好的消息刷了屏，也有人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物资犯嘀咕：这么多东西，真的都能登记分配吗？感觉好乱啊。赵明，你什么意思？质疑冉冉女神。冉冉是为了避免哄抢，你要是不满意，去找林斐组队呗。他那破高层连瓶水都没有，绝对没人跟你抢。我关掉群聊界面，枕着窗外的雨声睡得死沉。第2天，大雨不再是昨日的绵密，而是变成了倾盆之势。城市低洼处迅速激起水流，20层公寓的阳台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帘洞。我赤着脚走到阳台门边，疯狂过废水分子，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把阳台门加固，又把围栏底部掏空，做成一个简易的排水系统，除非阳台承重不够坍塌了，否则雨水就进不到屋内。班级群里早已炸开了锅。妈的，雨太大了，刚播下去的种子全泡烂了，水都快漫进屋里了，求救！海岛涨潮了，我们扎营的高地快被淹了，食物都被冲走不少。我特么异能还是生成水资源，完全废了。季冉冉，你不是说这异能保命吗？现在怎么办？利益受损之下，不少人的矛头对准了昨天还众星捧月的季冉冉。季冉冉委屈，怪我，当初是我拿刀逼着你们选的淡水资源吗？一个个自己舔着脸抢着选给我看的，现在怪起我来了。逸轩试图维持秩序，声音也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大家冷静，冉冉，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你空间里存了那么多资源，现在快拿出来给大家应急吧。季冉冉的声音拔得更高，带着哭腔和任性。凭什么？那是我辛辛苦苦收集的，登记都没登记完呢，现在情况不明就让我拿出来，万一明天就出大太阳了呢？50度高温，这些水就是救命的东西。他的话像冷水泼进了油锅。季冉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你的登记，还想着明天高温？你看看这雨像要停的样子吗？存那么多资源在你自己空间里，不就是想卡我们脖子吗？副班，你倒是说句话啊！群里吵成一团，全是对季冉冉的指责和不满。周逸轩焦头烂额地劝着，却好像突然灵机一动，艾特我，林斐，你那里不是高楼吗？一定很安全，快告诉我们地址，我带海岛的人瞬移过去避难。结果此举又让季冉冉应激了。副班长，你干嘛总想着跟林斐一起啊？你是不是喜欢他？我不准，谁敢去找他，我就永远不给谁资源。周逸轩无奈，冉冉你别闹了，人命关天。谁闹了？大家不是需要我的空间吗？谁发誓不去找讨好林斐，我就让谁进我的空间避难。季冉冉这么一搅和，原本再次引起关注的我又被所有人抛之脑后，又围着他要资源去了。他再次成了人群中的焦点。我放下手机，走到客厅一角，那里堆着几个不起眼的纸箱，打开其中一个，里面是码放整齐的充电宝、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指示灯显示电量满格。另一个箱子里是几本厚厚的纸质书、几盒桌游，甚至还有一个小型投影仪。这是我在系统宣布规则，所有人都忙着抢红包和嘲笑我的那几分钟时，快速收集的物资。一些在高温末世下最无用，
却能在封闭环境中维持精神不崩溃的非生存必需品。我拿起一个充满电的充电宝，给手机插上，观赏群里热火朝天的吵架。第3天，降水量再次加倍。如果说昨天的暴雨还算正常，那今天就是暴风雨级别。雨水不再是水珠，而是沉重的水墙，被狂风带着砸向地面。短短一上午，水位线已经漫过了1层楼。我已经不需要去阳台淋雨就能吸取能量，雷打不动地在床上看手机。班级群里一片死寂，昨日的争吵早已被恐慌和绝望取代，只有零星的信息跳出：水进屋了，挡不住了，救命！完了，营地彻底淹了，防空洞大门渗水了，冻死了，这到底是什么鬼末世？海啸了，快找最高点！周逸轩副班，副班救命啊！瞬移过来带我们走，去哪里都行，求你了！周逸轩指挥了一串省略号，他的瞬移异能每次都要耗费大量精力，但此时没有安全的地点，每次瞬移救人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自身难保。季冉冉的消息突然跳了出来，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强硬。都慌什么？沉住气，暴雨之后必有高温，这是规律，马上就是50度以上的高温了。你们这样慌慌张张的，还怎么当我的骑士？怎么保护我？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下就连他的舔狗都看不下去了，气笑了。季冉冉，你他妈醒醒吧！还高温，还骑士，外面天都要塌了，这个时候还犯公主病，你脑子有病吧？你的资源呢？拿出来啊！大家都要冻死饿死了。我的资源是我凭本事存的，凭什么给你们这些废物？等高温来了，你们就知道。他尖利的辩驳戛然而止，所有人的手机屏幕顶端同时弹出一条不容置疑的系统提示：解除群内所有禁言状态。管理员季冉冉权限已收回，管理员周逸轩权限已收回，管理员王强权限已收回。一连串管理员权限收回提示，最后出现一条：群名已由高温末世重置为暴雨末世。整个群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然后炸了。暴雨末世？什么暴雨末世？草泥马系统，你玩我们？高温呢？说好的高温呢？这他妈是要淹死我了！季冉冉，都是你！你说的高温呢？周逸轩，你不是说分析过了吗？绝望的哀嚎刷满了屏幕，几乎要将手机撑爆。就在这片彻底失控的混乱风暴中心，我的信息格格不入地插了进去。阳台的暴风雨被隔绝在外，屋内是干燥温暖的蜡烛光。平板、笔记本旁边还摊开着一本小说，页面整洁。安全屋看起来舒适又悠闲，和其他人被淹没冲毁的废墟形成鲜明对比。群里的疯狂刷屏骤然停滞了，几秒钟后是彻底炸裂的一堆感叹号。林匪，我明白了，是林匪改的群名，每个人都是管理员，他也是。明明是暴雨，你改成了高温，你想害死我们对不对？我杀了你！你一点资源都没有，应该要饿死了才对。你是不是有其他异能？系统，我要举报他作弊！我要重选安全屋和异能群主。我平静地看着屏幕上那些疯狂跳动的信息。平时不读书，怎么现在还是春主啊？我选的反向光合作用，靠空气湿度就能活，食物和水真不怎么需要呢。只许你们禁言，不许我改名啊！第一天下雨你们就该察觉了，这么爱侥幸，活该你们死！就在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再次跳了出来。全体宿主请注意，第1阶段安全屋求生结束，第2阶段任务资源抢夺将在10分钟后开启。安全屋保存完好的宿主有优先提示。全体禁言中。群里彻底安静了，我的手机不停震动，除了季冉冉、周逸轩在内的所有人开始疯狂给我私信。刚开始把我当瘟神的一群人，现在极尽谄媚、道歉的、利益交换的、夸我骂季冉冉的。一堆私信中，我精准点开系统发来的通知，他给我发了一张长长的名单，上面是班上每个人选择的安全屋和异能，甚至还有组队情况。之前第1轮的投票只持续了5分钟，消息还很混乱，导致我几乎没记住其他人的选项。这份情报真是及时雨。我没有理会其他人，仔细查看名单，尽量把重要的情报都背下来。第2轮一开始，我可没有随时看手机的时间。10分钟后，第2阶段资源抢夺已开启，时间3天。积分排名第1的个人或小队进入下一阶段，积分包括生存资源加异能数量，击杀其他宿主可夺取其异能。安全屋完好者积分加1000。此阶段不能再退出游戏。公告一出，所有人的大名后面都跟了一串数字，大多数在500以下，而我有1500，跟我组队几乎等于稳赢，还不用担心安全屋有危险。群聊禁言解除，剩余的幸存者闹成一团，疯狂艾特我。林匪，林匪安全屋完好，他加了1000点，林匪匪姐救命，带我组队，我的异能是强化力量，我保护你，资源点全归你。林匪大佬求收留，
我知道错了，之前不该跟着骂你，我瞬移过来保护你。告诉我位置。肥肥，我们可是同班同学啊，你不能见死不救。我们组队吧。那些曾经轻蔑嘲讽的头像，此刻都换上了最卑微的面具。他们需要组队，需要共享我的安全屋坐标，才能被系统传送过来。我手指选在输入框上，最终只敲下3个字：不组。干脆利落，不留余地。短暂的沉默后，奉承就变成了更加疯狂的谩骂。林斐，你他妈见死不救，你还是人吗？贱人，你不得好死！等着吧，等我们找到你，把你碎尸万段，活该没人要。第4天，降水量再次加倍，洪水漫过了3楼。班级群早已没了大面积刷屏，而是一片猩红的死亡讣告栏。张超退出群聊，李思雨退出群聊，王强退出群聊，存活人数50%25%，死了1半人，可能是被淹死的，也可能是被同伴为了得到异能杀掉的，谁知道呢？一条请求突兀地跳了出来，周逸轩请求加你好友，我点了同意，几乎是瞬间，他的信息就涌了进来，带着一种饱含深情的喘息感。肥肥，肥肥，你终于肯理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之前都是季冉冉一直在挑拨离间，煽动大家孤立你，我一直在私底下帮你说话的。肥肥，我们被困在山洞里，我没力气再瞬移了，只有你的地方是安全的，快告诉我你的位置，让我过去。我发誓用生命保护你，只要你救我这一次，我们就在一起。我其实一直喜欢你，只是之前碍于季冉冉和大家的压力不敢承认。肥肥，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不好？字字泣血，句句深情。上一世他也是这样，用温柔的眼神和迫不得已的借口忽悠我，结果转头就把我卖了。我手指在屏幕上悬停片刻，回复道：你喜欢我？真的。肥肥，我对天发誓。那你的队友呢？我慢悠悠的敲字，队伍老早就绑定了，除非你队友死光了，不能再重新组队吧。对面沉默了几秒，我故作遗憾，要不算了吧，你们加油，争取活过3天吧。屏幕顶端的对方正在输入，断断续续，最终他给出了答案。肥肥，是不是只要我没有队友了，你就能跟我组队？我盯着屏幕，眼神冰冷。不出几分钟，群里就刷新了几行死亡通知，周逸轩的队友全死了。他迫不及待地发来组队邀请，我成功了，他们死了，来吧肥肥。为了能跟我独处这么欲擒故纵，你真是……我反手就把和他的对话截图发群里，群里的人正疲于逃命，本来没多少心思里会死掉的那几个人，但我的消息可能被不少人设了特别关注，他们一眼就炸了。没想到副班长是这种人，为了舔林斐的脚底板，连兄弟们都要害死，平时装的那么公正，真是小刀拉屁股。赵海、孙小钱磊，你们看到没有？你们的好兄弟害死了另外几个好兄弟。周逸轩，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杀了他！谁见到周逸轩，给我杀了他，夺了他的异能，让他死无全尸。周逸轩苦心经营多年的好班长、好兄弟、温润可靠的人设彻底崩塌。他疯狂给我发私信，一条接一条。林斐，你怎么能发出去？我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快撤回，求求你撤回！群里那些人对我还有用处，你别害我啊！群里的咒骂还在持续升级，有人甚至开始疯狂艾特系统，举报周逸轩恶意谋杀队友，要求剥夺他的异能。周逸轩的私信停了片刻，在发来时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怨毒和色厉内荏。林斐，你够狠！好，你够狠！你以为这样就能撇清？你以为他们会感激你？做梦吧！他们一样恨你入骨，等着吧，等他们缓过来，下一个死的就是你。我直接关掉了和他的私聊窗口，把他拉黑。第5天，洪水已经吞没了大部分低矮建筑，雨势小了些，但依旧连绵不绝，敲打在公寓的窗户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班级群里死气沉沉，存活人数变成了17%，咒骂和哀求都消失了，只剩下偶尔弹出的球员坐标，很快又被新的死亡通知覆盖。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头像在群里发言了：季冉冉所有人，之前是我太任性，看不清形势，害大家现在处境这么困难。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小心翼翼，和他之前众星捧月的团宠形象判若两人。他发了一张照片，海岛已经完全被淹没，他站在一个小山坡上，孤立无援，旁边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物资。他的语气卑微到了尘埃里：我的队友都没了，求求大家看在同班一场的份上，谁愿意和我组队？我把我的储物空间里所有的资源都拿出来，只求一个组队的机会。他报出了一串坐标数字，这是我的位置，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能和大家在一起。呜呜。消息发出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打破沉默，语气里充满毫不掩饰的讥讽。季冉冉，我们高贵的校花不是有舔狗骑士团保护吗？不是要开沙滩派对吗？骑士团都喂鱼了，把你的资源都拿出来，
谁信啊？你的空间不是绑定的吗？鬼知道你会不会留一手，又想骗人给你当炮灰，滚远点！看见你就烦。要不是你当初瞎指挥，误导大家选淡水资源，我们至于这么惨吗？昔日众星捧月的娇娇女，此刻成了万人嫌，没有一个人回应她的组队请求。大约半个多小时后，群里突然弹出几条极度惊恐的信息：季冉冉，你这个贱人，坐标是谢虹口，我们刚传送过来就被卷走了，李伟和王涛没了。啊！信息戛然而止，系统跳出冰冷的提示：李伟退出群聊，王涛退出群聊，张强退出群聊。几秒后，一个沙哑的声音在群里响起，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颤抖和彻骨的恨意。孙晓临死前说，海岛上的队友是被季冉冉故意引到危险地方探路才死的，他害死了所有的队友，谁都别信他。季冉冉的头像再也没有亮起过。第6天，雨停了，但天空依旧阴沉的可怕。我站在公寓的窗边看着外面，楼下的低层已经完全淹没，浑浊的水流裹挟着各种残骸，一副末日景象。手机震动，系统提示突兀的响起，开始结算积分，第2阶段最后10分钟倒计时，开启群内实时直播。但群里已经没有人回复这些信息了，因为原本有50人的班级群，现在只剩下了3人。我、周逸轩、季冉冉，我的积分还是1500，其他2人的积分是1400。检测到宿主周逸轩在安全屋范围附近。几乎在提示出现的同时，公寓被我加固过的防盗门猛地传来一声巨响，咚！厚重的金属门纹丝不动。林斐，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要没时间了。门外传来周逸轩嘶哑的咆哮，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恐惧。我走到门后，没有开门，也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听着。周逸轩的声音带上一丝哀求：林斐，之前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现在不是计较的时候，外面太危险了，我们得并肩作战，一起活下去。季冉冉却在群里发一连串语音：一起活下去？你这个二话不说就卖队友的人，好意思谈并肩作战？要不是昨天真面目被揭穿，他们都防着你，你能坑死更多人。闭嘴！周逸轩似乎被激怒了，转而对我喊道：菲菲，你别听他的，他害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个疯子，他就是想挑拨我们，让我们无组队。季冉冉再次在群里发出冷笑：呵，副班长，现在装好人了？当初不是你撺掇大家孤立他，把他的告白当笑话讲给我听，不是你为了讨好我，暗示大家把最重的体力活都推给他，现在装什么深情款款？周逸轩的声音陡然拔高，语气都是被冤枉的愤怒。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你别血口喷人，你这次不做，下次也会做的，你就是个卖队友的出生。他们越吵越烈，我打开门，周逸轩看到我，强行压下怒火，想冲上来抱住我。菲菲，我就知道你还是心里有我的，我们组队吧。马上提申请，季冉冉就快追上来了，我却扶开他的手，轻飘飘地说了句：你的异能只有瞬移。周逸斐以为我是没安全感，试图用温柔的语气安抚我：没关系的，菲菲，只要我们组队了，季冉冉马上就会被淘汰，我可以共享你的异能，这样我们都不会死在这个末世。然而他还没碰到我，就被一股大力撞飞了。季冉冉姗姗来迟，杀掉几个队友后，他的异能多了钢铁之躯。反观周逸轩，他的队友几乎都被季冉冉忽悠过，选了最没用的水资源异能，又因为人设崩塌，没人肯再跟他组队，导致他的异能在此刻完全不是季冉冉的对手。他眼睁睁看着季冉冉走进我的屋子，而我一点要阻拦的意思都没有。周逸轩懵了：你们是什么意思？季冉冉一改之前对我横眉冷对的样子，搭上我的肩膀，笑得花枝乱颤。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就是为了看你这个吃屎的表情，哈哈哈！周逸轩，你出卖我和林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现在的下场？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出卖过你们2个？我翻了个白眼，懒得跟他多做解释，拿出手机操作一番。系统提示：宿主林斐邀请宿主季冉冉加入队伍，宿主季冉冉已接受邀请。几乎是接受组队的提示跳出的同时，系统公告：第2阶段结束，恭喜宿主林斐、季冉冉的小队积分登顶，进入最终阶段孤舟求生，时间1天。周逸轩瞳孔一缩，天塌了！不，林斐，你他妈疯了吗？你跟他组队，他是个毒妇，他害死了所有人，我说你们这种团宠作恶的戏码能不能省省？上一世也是说着都是为了保护季冉冉，所以才背叛我，结果自己把所有异能和资源吃了，谁能有你毒啊？周逸轩眼神闪烁，好像隐约记起了什么，但系统没有给他多余的时间。下一秒，周逸轩带着迷茫又绝望的表情，失去了呼吸，被抹杀了。季冉冉对他的尸体狠狠踹了几脚，那张曾经娇美的脸上没有任何楚楚可怜，只有深入骨髓的恨意。系统提示：宿主周逸轩已死亡。检测到宿主周逸轩异能瞬间移动，处于可夺取状态。
宿主林斐、季冉冉可选择夺取或放弃，谁也没有动。第7天，浑浊的水面上飘着一艘小小的橡皮艇，这是系统在宣布我们进入最终阶段时突兀地出现在公寓阳台上的唯一物资。我和季冉冉并排坐在艇里，在这座被彻底淹没的死寂城市里飘荡。最终是季冉冉先开了口：“最后一天是留给我们自相残杀的吧？”我点点头，坦荡地面对他：“你武力值高，想杀就杀吧。”他啧了一声，面无表情地扭过头：“你以为我是周逸轩那种畜生？我和季冉冉一开始就是一伙的，我们是重生来的。”上一世，在所有人已知是暴雨末世的情况下，周逸轩选了反向光合作用，而我为了帮助班上的人，选了食品工厂做安全屋，选了随身空间做异能。我组了很多队友，让他们随意享用我的资源，而大多数人的异能选了瞬间移动，在末世里到处探险，毫无生存压力。到了第2阶段，周逸轩突然恳求我给他更多资源，他说其实只想和我组队，他能在末世里保护我不受伤害，我们可以一起通关。我鬼迷心窍，虽然没答应他抛弃队友，但给他指示了放资源的方位。他转头就把聊天记录发在了群里。我被愤怒的队友围攻，身受重伤，资源被周逸轩痛心疾首的接手。他们把我关在了仓库等死。周逸轩最后甩我一句话：“只有季冉冉才配得到我们的保护，就你这种货色，也就配当工具人，下辈子放聪明点，没人感激你的帮助。”最后是季冉冉把我救出来的。上一世他是个独行侠，没有和任何人组队，安全屋选的高楼，异能也选的钢铁之躯，就为了独善其身苟到最后，甚至把群设置了免打扰。但就因为这样，他才错过了周逸轩在群里的表演。他想得到我的资源，拿我当靶子，凑齐了一支20人的队伍，威胁我进了他的小队。我被那群男的当玩物，他们说我是祸水，要不是为了跟我一队，他们何至于被周逸轩呼来喝去？要不是有钢铁之躯，我就被折磨死了。20人成功进入第3阶段，但这个时候系统提示1亿奖金只能平分。周逸轩贪念一起，又把所有人都引到泄洪口，自己因为反向光合作用的优势，在洪水里毫发无损。队友死掉后，我也被他追杀，最后想到了还有你。季冉冉为了一丝生机和我组队，我的空间里还囤积着很多资源，于是我们的积分勉强超过了周逸轩，就这么赢了。但把我救出去后，我们都身受重伤，远没有这一世那么游刃有余。我们上一世勉强度过了最后1天，但刚出游戏就伤势过重，双双死掉了。也许是系统 bug， 我们的记忆被保留。第2次游戏重开，我和季冉冉同时进入这个群，约定要报复班上所有人。我修改群名，他打掩护。每一次有人质疑我的选项，他就会跳出来拱火，加深高温末世的印象。选异能也是努力把我和其他人对立起来，打消其他人的疑虑。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娇滴滴的校花，其实恨透了班上的男生。既然上一世都把他当祸水，那他这次就当个真祸水。为了剪掉周逸轩的羽翼，他分裂班上的兄弟团体，我撕掉周逸轩的假面具。卧槽，1周后一辈子都不用愁了。窗入丁，恭喜宿主林斐、季冉冉成功度过孤舟求生阶段。末世游戏暴雨末世正式通关，最终奖励现金1亿元已分配至2位宿主指定账户。未通关的宿主将在现实中被抹杀。游戏将在10秒后关闭。10、9，要走了。季冉冉轻声说：“倒计时归零。”再睁开眼是熟悉的天花板，手机收到一条转账提示，入账5000万。窗外的雨停了。